美国超市的白菜能放心吃吗？能。杨梅也可以放心吃，就是很多人吃不起，因为它是美国超市最贵的水果之一。大家好，我是大卫，美西时间8月23号。今天呢，想聊一个大家问了很多次的问题，就是美国的蔬菜有没有蘸过甲醛？这个话题呢，是前几天国内有一位博主，他用那个高空无人机，算是暗访拍摄了河北张家口的菜农，他们在运往江苏的白菜根上蘸了一下那个不明液体，后来他们找到这瓶子了，是甲醛。这个事儿啊，就连中国的人民日报都报了，现在国务院食安办非常重视，已经安排了那个农业农村部啊，还有一个食药监局啊，一起要查，举一反三，要给大家一个交代。在这儿呢，我给大家先聊一下这个甲醛呢，很多人并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它是全球公认的一类致癌物。我换个词儿，你可能就知道是干什么的。38%的甲醛溶液，它有个名字叫福尔马林。这一听名字，很多人都熟悉了，这不就是你学生物的时候解剖标本泡着那个液体吗？因为它能够对蛋白质起到了凝固作用。那人吃了这个防腐，肝肾啊都会受到比较大的伤害和影响。所以说啊，这个东西绝对是不能作为食品添加剂出现的，它是一种防腐剂，而且是工业的，跟食品呢是压根儿它不能沾边的。那当地的农民为什么要用它蘸那个白菜根呢？就是为了防腐，多放几天，而且菜看起来比较绿，比较精神，多卖钱呢，就把良心给昧了。然后啊，更重要的一个特点是，甲醛它非常容易买到，而且非常便宜。那有朋友问了，这个事儿是啥时候发生的呢？是第一次吗？这个我不知道，也不敢保证。但是啊，让我想起了在今年前段时间，杨梅好像也是在上市前蘸了一些防腐的东西。因为杨梅这个东西呢，它没有外壳，非常容易腐烂，这都是为了多卖钱，哎，把良心昧了的事儿。他就问我，在美国的白菜、什么萝卜呀，这些新鲜的菜有没有可能蘸过这个不明液体，以甲醛为代表的防腐剂？我特地上网查了，而且用了好几个的人工智能，得的答案是没有，确实没有，没有搜到。如果有这么一个案例，我都能给你举个例子，他遭受什么惩罚？没有。那结果呢，我却搜出来一些相关的案例，就是美国的农民他在农药残留方面做的不够好，没有达标，他受得的处罚是什么？这一共啊分为几档。首先第一个，如果说农民医药这个残留了，农药残留了，这个超市要承担责任，然后要大规模的召回这个农民或者农业公司，就被拉入黑名单。你以后啊恐怕也找不到人再卖你的菜了，除非要改行隐姓埋名。你看，这是最简单的大规模召回，而且这个召回是所有超市，你只要是你卖的都召回，这直接就让这个农户或者农业公司啊，接近于破产了。这仅仅是个开胃菜，接下来呢，面临的是刑事的诉讼，因为你这个它可以往上一个靠的罪名叫做明知故犯的有毒害物质，你毒害物质这个东西是要坐牢的通常呢都是5年起步，有到10年的，有到终身监禁的，这是个大事儿，这不是罚点钱的事儿，罚钱只是一小部分。剩下还有一个一般人难以理解或者说是难以抵挡的，就是民事诉讼。凡是有人吃过你这个菜的，他要证明他自己受到了影响，或者精神受到了伤害，那这个索赔金额呀，那不是几千块钱，
只要你吃过这菜的人，他都有权利去起诉。这种大规模的集体诉讼，那都是天文数字啊，直接会把这农场，包括卖这个产品的超市直接搞关门了，直接搞破产了，因为你还不起这么多钱。所以说这也就是我在网络上没有搜到说用甲醛占了水果蔬菜最后被处罚的，没有，因为从来没有哪个农民呢，或者哪个超市有动力干这个事儿，因为你得不偿失嘛，你要面临倾家荡产还要坐牢的风险，就为了多卖点白菜，我相信这个小学文化的农民也不会做这个选择。好，咱们说第二件事儿，就是美国卖的杨梅全部都是中国进口来的，因为这是在全世界上是中国一个特产，在美国、欧洲、日本都不生产这种水果。我一说杨梅，我相信很多美国人和欧洲人呢，一生都没有见过和吃过杨梅。为什么呢？它没有它属于一个特殊，包括中国也只有浙江包括这个福建有这个杨梅，它没有外壳，所有的肉柱都是在外面的，它就容易吸引到一个东西叫做果蝇，还有一些这个寄生虫。所以人们在看到这个水果的时候，回家以后不要直接吃，你应该先拿羊水泡一下，用盐水一杀，把那些虫卵的果蝇的东西先飘上来，你再吃。那你说这种水果的魅力在哪儿呢？它是真好吃吃过的人都清楚，又甜而且又酸，它是一种独特的存在。那这就形成了什么呢？凡是江苏、浙江、福建想家的时候，想尝这口家乡味儿的时候，你就得多出钱。而且杨梅摘下来3天内你必须吃掉，如果不吃掉，它一定会烂掉，因为它没有外壳。当然了，含糖量也很高。那怎么办呢？只有从中国采下来以后3个小时之内必须进冷库上飞机，然后呢飞12到14个小时到达了美国洛杉矶或者纽约，然后呢在24小时之内尽快上这个冷藏货柜。那这个时候你知道卖多少钱吗？平均一个是$5一颗，就像乒乓球那么一颗就$5。所以说很多老外一听说这什么东西华人花那么大钱买这个，这个就叫做思乡的乡情是无价的。他花20块钱吃了4个以后，想起家乡的味儿来了，这事儿就满足了。但是老外是不会花这个钱买这个的，因为5块钱可以直接买这么大一个大西瓜了。好，关于这件事儿，如果您有自己的观点，欢迎在留言区留言。欢迎关注大卫观点和大卫看世界2个频道，咱们每天都有更新。明天再会。